这绝对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款漫改游戏。蝙蝠侠那流畅的动作，配合拳拳到肉的打击感，可谓是酣畅淋漓。各种价值不菲的黑科技与帅气无比的蝙蝠战车，让玩家可以纵横歌坛这座全球最宜居的城市。8年前的游戏画质，即便放到现在也都不过时。再加上黑夜中的瓢泼大雨，简直完美的衬托出了歌坛市遥遥领先的犯罪率。剧情方面更是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丰富的支线与反派角色，则彰显了歌坛市的人杰地灵。如此优秀的作品，称之为神作也不为过。即便到如今，许多玩家都还在津津乐道。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款史上最强漫改游戏的巅峰之作《蝙蝠侠：阿卡姆骑士》。本作的故事承接了上一座阿卡姆之城的结局。随着小丑含笑九泉，他的遗体也在充满治愈的笑容中被烧成了灰烬。可能是一众反派误以为蝙蝠侠。在接下来的9个月，民风淳朴的哥谭市非但没有迎来超级罪犯的袭击，就连犯罪率也迎来了史低。可这一切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某天夜晚，刚刚结束工作的警官前往了一处餐厅，正准备来上一杯鲜榨咖啡，不料却被餐厅角落吸烟的市民打扰了雅兴。出于善意，警官想要将其逮捕，但就在一瞬间，警官眼里的所有人都变成了怪物，就连周围的场景也在分崩离析。在这宛如地狱般的景象下，餐厅里的所有人都陷入了疯狂。这起事件也很快被公之于众。心灵鸡汤稻草人则在电视中承认了正是自己所为。稻草人表示，这一次袭击他只用了不到3两的新型恐惧毒气，当然这一次只不过是展示而已，他将会在第2天直接开打，使用上万倍的恐惧毒气。显然稻草人的威胁奏效了，早就想跑的哥谭市民们连夜买上了班车的站票，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哥谭市。一夜之间，坐拥630万人的城市就这样沦为了罪犯们的天堂。尽管哥谭市的警察极力阻止，但在倾巢而出的超级罪犯面前，也终究显得势单力薄。面对彻底陷落的城市，哥谭市警局上空的蝙蝠灯似乎就是最后的希望。而在这大雨倾盆的夜晚，一个人影巍然不动地站在高处，目光坚定地俯瞰着整个哥谭市。今晚唯一能够拯救这座城市的，那就只有这位超级英雄蝙蝠侠。那些罪犯在他眼里终究不过是猎物而已。既然超级罪犯不听话，老喜欢在城市里放毒气，那么抓住他打一顿就好了。为了了解始作俑者稻草人的具体位置，蝙蝠侠前去找到了戈登警长。此时的戈登正因为女儿芭芭拉能够离开城市而感到高兴，但他却并不知道女儿芭芭拉一直都在城内暗中协助蝙蝠侠。根据戈登提供的情报与芭芭拉获取到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一辆位于唐人街附近的军用车，似乎与稻草人有关。为了能够更加便捷地在哥谭市游走，蝙蝠侠换来了充满着金钱味道的蝙蝠战车。驾驶着这辆没个20万下不来的超级战车，蝙蝠侠迅速追上并截停了军用车辆。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从士兵口中得知了稻草人正在唐人街的一处公寓顶楼。好心的蝙蝠侠为士兵留了一手，随即立马赶到了公寓，在将里面负责看守的士兵全部劝躺下以后，才发现只有被关押在这里的环保卫士独藤女，而稻草人则在封闭的室内释放了恐惧毒气。但独藤女却对恐惧毒气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在重获自由后，独藤女对蝙蝠侠说起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早在恐惧毒气释放之前，稻草人就已经联合了一众超级罪犯，展开了一场针对蝙蝠侠的计划。而独藤女对此却并不感兴趣，所以才会被他们关押了起来。为了不再让人造成麻烦，蝙蝠侠准备将独藤女带回警局，但中途他们却遭到了坦克和士兵的包围，似乎是为了方便蝙蝠侠破坏。敌方的坦克都是采用无人驾驶。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蝙蝠战车瞬间出现，并切换了战斗模式。60mm cannon operational. 解决完眼前的士兵，蝙蝠侠带上独藤女，风光无限地回到了警局。在将独藤女请进高级套房，并亲切地问候了一下犯人以后，蝙蝠侠来到了他在中塔秘密修建的蝙蝠洞。芭芭拉也正是在这里暗中协助蝙蝠侠。接下来他们转变了思路，通过韦恩集团的黑科技搜寻稻草人制造恐惧毒气的地点。而在韦恩集团董事会主席卢修斯提供的技术支持下，蝙蝠侠的战车不但迎来了升级，就连战衣也被更换成了由镀钛3维编织的装甲，可以说将蝙蝠侠的战力和机动性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他能够在敌人完全无法做出反应的情况下，瞬间给予对方婴儿般的睡眠。在各种黑科技的加持下，蝙蝠侠很快锁定了生产恐惧毒气的化工厂。此时戈登也赶到了这里，但一架武装直升机却将桥梁炸毁。蝙蝠侠毫无惧色，向着直升机迎面走去。直升机上是一位新晋的超级罪犯，名为阿卡姆骑士。城市中大批的军队和无人驾驶的坦克也都是由这位骑士花重金组建。他似乎非常痛恨蝙蝠侠，见凭空多了一个敌人，蝙蝠侠也没有太过在意，反正也没自己有钱。可就在之后，蝙蝠侠前往化工厂营救工人的时候，阿卡姆骑士却再一次出现了。他竟然对蝙蝠侠了如指掌，就连蝙蝠战衣上能够被子弹伤害的弱点也都被他全部说了出来。可蝙蝠侠露出的下半张脸，他却只字不提。骑士本以为胜券在握，但没料到蝙蝠侠竟然是在第5层。只见外面的蝙蝠战车对敌方发动了攻击，阿卡姆骑士见状不妙，立马逃之夭夭。眼见情况越发的危急，蝙蝠侠没有丝毫停留，迅速向着化工厂内部前进。一路上他不断破解各种谜题，顺带还哄睡了所有他见过的罪犯和士兵。终于在化工厂深处的实验室，他找到了稻草人。眼见蝙蝠侠向自己走来，稻草人用最狠的话干出了最怂的事儿。蝙蝠侠二话没说，立马开始逼问如何关闭毒气。可稻草人却说出了芭芭拉的名字。出于担心，蝙蝠侠赶紧联系上了芭芭拉。果不其然，他化
话还没说完就被切断了联系。暂时的分心让稻草人逃出了实验室，自毁程序也在同一时间被启动。一旦让其爆炸，恐惧毒气将会迅速蔓延至整座城市。暂时顾不上被掳走的芭芭拉，可爆炸也已无法阻止。蝙蝠侠只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弥漫着恐惧毒气的实验室，利用中和剂尽量减少爆炸的范围。可就在蝙蝠侠搬运药剂的途中，却再一次看见了那个令他此生都无法忘怀的人。当蝙蝠侠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才发现不是小丑显灵了，而是大量的恐惧毒气意外唤醒了沉睡在蝙蝠侠体内的小丑。因为在前作的阿卡姆之城中，小丑不但将自己带有泰坦病毒的血液注射进了蝙蝠侠体内，还将血液送往了各地医院的供血库。4个被小丑血液感染的市民，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变成了小丑的模样。只有一个叫亨利的校长没有任何症状，或许能够通过他的抗体研制出解药。作为第5名被感染的患者，蝙蝠侠眼前的小丑开始了不断教唆，他想2人联手创造一个更加黑暗的蝙蝠侠。一旦蝙蝠侠的精神受到影响，小丑的人格就会逐渐占据他的意识。尽管蝙蝠侠最后还是通过减少爆炸规模暂时拯救了城市，但更大的危机却依旧未能解决。再加上不断出现的小丑幻象，则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由于芭芭拉被掳走，出于无奈，蝙蝠侠只能通知了戈登警长，2人一起来到了芭芭拉藏身的钟楼。但因为小丑的影响，使得蝙蝠侠看见了当初小丑开枪射击芭芭拉并使其瘫痪的那一幕。而蝙蝠侠也向戈登坦白了芭芭拉与自己合作的事情。愤怒不已的戈登当即一拳打在了蝙蝠侠脸上，并且表示不再寻求蝙蝠侠的协助，他自己会独自去救女儿。蝙蝠侠只能一边忍受小丑的嘲讽，一边再次利用黑科技寻找芭芭拉。通过芭芭拉冒死留下的线索，蝙蝠侠知道了带走他的人正是阿卡姆骑士。依靠线索上骑士的声纹，蝙蝠侠很快便锁定了骑士最后出现的位置。随即他立即赶到了位于哥谭市地下的隧道之中，但这位阿卡姆骑士却对蝙蝠侠的任何行动都非常了解。他出其不意地偷袭了蝙蝠侠，他深知蝙蝠战衣的弱点，直接从薄弱处一枪打穿了战衣。似乎骑士非常享受羞辱蝙蝠侠的感觉，他并没有急着杀掉蝙蝠侠，而是就那样不屑地转身离去。蝙蝠侠也知道拖得越久对芭芭拉也就越不利，他强忍痛苦对伤口进行简单的处理后，便再一次追了上去。但这一次蝙蝠侠又被摆了一刀。当他追上骑士的吉普车后，才发现里面只不过是一名士兵而已。遭遇如此待遇，饶是蝙蝠侠也有些被整破防了。他直接将士兵的头塞进了战车的轮胎之下，士兵在一瞬间就感受到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崩溃的士兵立马说出了企鹅人曾为阿卡姆骑士提供军火，为了支付军火的报酬，骑士已经前往了企鹅人所在的一家制冷公司。就在蝙蝠侠准备动身的时候，那个被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叶翼格雷森也赶了过来，想要帮忙。之后他们一路追查，顺利的来到了企鹅人的武器仓库，但阿卡姆骑士还是先他们一步离开了。蝙蝠侠只能现身逼问还在数钱的企鹅人阿卡姆骑士的下落，可最终还是不慎让企鹅人跑掉了。在将企鹅人的武器仓库炸毁以后，蝙蝠侠开始向着哥谭市上空的2艘飞艇赶去，因为他从企鹅人口中得知了稻草人和骑士准备夺取这2艘飞艇。通过在飞艇上不断的调查，蝙蝠侠发现飞艇的拥有者是一名叫斯塔格的科学家，他曾与稻草人共同研制出了名为暴雨的装置。暴雨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恐惧毒气扩散到整座哥谭市，或许这也是稻草人在化工厂引爆毒气失败后留下的后手。斯塔格也因为试图背叛稻草人，最后落得自食其果。蝙蝠侠也终于来到了稻草人的面前，可由于小丑对于蝙蝠侠的影响越来越强，导致蝙蝠侠不慎中了稻草人的陷阱，从而吸入了大量的恐惧毒气。但稻草人却并不知道，他的这个举动让早就蠢蠢欲动的小丑暂时占据了蝙蝠侠的意识。Look at me! I'm amazing! And this body! 这一刻，蝙蝠侠的每一击皆是杀招，饶是稻草人也不由得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幸好只是在意识中，蝙蝠侠在小丑的教唆下扣动了扳机。当蝙蝠侠重新回过神时，惊讶不已的稻草人也感觉这个超级英雄和以前不同了。他也没有多做停留，而是带上暴雨装置，在阿卡姆骑士的帮助下离开了这个地方，似乎就是为了搞心态。之后，稻草人将芭芭拉所在的位置用广播传遍了哥谭市。当心急如焚的蝙蝠侠赶到的时候，稻草人当着他的面对芭芭拉释放了恐惧毒气。由于恐惧产生的幻觉，让这个女孩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见到这一幕的蝙蝠侠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绝望。管家阿福也联系上了他，希望他能够打起精神，不要让芭芭拉的死成为徒劳。重新调整好心态后，蝙蝠侠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了独特女的身上。一旦让稻草人释放毒气，那么全城的植物也都会失去生机。独特女索性也就同意了与蝙蝠侠合作。由于独特女拥有着免疫恐惧毒气的能力，她制造的一种孢子也可以中和这种毒气，但只靠她一个人却无法制造覆盖全城的孢子。之后，蝙蝠侠立马将独特女带往了全哥谭最古老的植物面前，并通过加装的声呐设备，在特定的地点激活了这种上古植物的根茎，使得独特女能够让植物的藤蔓开始疯狂的生长。她也终于能够通过眼前的庞然大物制造那覆盖全城的孢子。之后，蝙蝠侠开始着手调查释放毒气的暴雨设备下落。但之前提到的那4名被注射了小丑血液的市民，本来正在接受3代罗宾的治疗，以研发出相应的解药，但他们所在的制片厂却遭到了小丑女哈利奎因的袭击。小丑女知道了这4个人继承了小丑的意识，专门跑来抢夺。于是蝙蝠侠迅速赶回制片厂支援罗宾。当敌方意识到蝙蝠侠前来劝架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2人轻松便劝退了这些罪犯，但除了没有任何症状的亨利以外，其余3名被注射了小丑血液的人已经和敌方成为了最好的朋友。蝙蝠侠只能
能与三代罗宾将这几位自认为自己是小丑的大爷一个一个的请了回来。蝙蝠侠还顺带再次抓捕了战斗力为0的小丑女。可就在他们带上小丑女回去的时候，那名先前毫无症状的亨利却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原来他一直都在隐藏自己的小丑人格。为了贯彻优胜劣汰的信念，亨利毫不留情地杀掉了另外3名继承小丑意识的人。可就在亨利准备举枪攻击蝙蝠侠的那一刻，他却仿佛看见了蝙蝠侠身后的真小丑。看来已经有大佬成为了小丑完美的继承者。亨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开枪自尽。小丑女人都麻了，她又一次看见了心爱的小丑死在自己面前。一旁的三代罗宾发现蝙蝠侠即将被小丑占据意识，他本打算将蝙蝠侠安排进隔离舱，但蝙蝠侠却被小丑的幻觉所引导。他看见了桀骜不驯的2代罗宾杰森，在被小丑抓获以后遭受到了长期的折磨，甚至还有2代罗宾杰森被杀死的景象。如今的蝙蝠侠已经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他不想第3代罗宾也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而失去生命，所以蝙蝠侠只能把3代罗宾关进了隔离舱，他自己则前去应对即将释放的毒气。此时的独特女不慎暴露了位置，阿卡姆骑士当即派遣大量坦克前来围剿。好在蝙蝠侠凭借战车的高机动性和威力，才勉强抵御住了坦克群的攻势。但气急败坏的阿卡姆骑士也启动了暴雨装置，恐惧毒气几乎在一瞬间便席卷了整座城市。街上的罪犯也因为毒气的作用变成了极端罪犯。由于暴雨装置成倍放大了毒气的威力，如果不能摧毁暴雨，那么独特女的植物将无法再保护哥谭。闻听此言，蝙蝠侠立即动身，开始穿越这座已经沦为恐惧之城的哥谭市。由于毒气的特殊立场，蝙蝠战车失去了动力，于是蝙蝠侠前去找到了斯塔格，向他索要了能够在特殊立场使用的电池，并在毒气肆虐的街道上利用电池使战车重新恢复了动力。随即蝙蝠侠驾驶战车径直杀向了搭载暴雨装置的坦克。为此阿卡姆骑士也做出了准备，他们早已对负责防守的坦克做出了升级，蝙蝠战车根本无法从正面造成伤害。蝙蝠侠只能利用战车的机动性，不断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绕到坦克的背后进行攻击。经过蝙蝠侠的逐个击破，搭载了暴雨的坦克也被成功摧毁，但滔天的毒气已经吞没了独藤女的植物。于是独藤女以付出生命的代价，释放了古书中的所有力量，将弥漫在哥谭市的毒气全部清除。因为他深知大自然总是会取得胜利，独藤女的身体也逐渐支离破碎，化为了飘散在空中的孢子。虽然解决了恐惧毒气的问题，但蝙蝠侠因为长期接触毒气，导致他内心的小丑也越发的强大。恰好这时前去寻找女儿的戈登不慎被骑士手下的士兵抓获，蝙蝠侠只能一路追踪戈登的信号，来到了地下的隧道之中。阿卡姆骑士也驾驶着大型盾构机，不断向着蝙蝠侠逼近。由于蝙蝠战车的装甲和武器都无法与之抗衡，他只能利用速度上的优势，尽量的为管家阿福打开通道，争取时间。可最后骑士还是将蝙蝠侠逼到了死角。幸运的是，蝙蝠侠利用弹射装置从上方的出口逃了出去，但价值不菲的蝙蝠车也被盾构机碾压成了废铁。蝙蝠侠也通过出口顺利的找到了被俘虏的戈登，而阿卡姆骑士似乎也想做个了断，他索性直接摘下了面具。这个骑士正是2代罗宾杰森。原来当初小丑并没有杀掉杰森，他故意制造了杀掉杰森的假象，好让蝙蝠侠误以为杰森已经死亡。经过了小丑长期的折磨，杰森的精神开始扭曲，他认为蝙蝠侠抛弃了自己，从而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恨意。尽管蝙蝠侠试图解释，但杰森根本听不进去。无奈之下，双方只好动手。面对杰森在高处的狙击，心中有愧的蝙蝠侠不闪不避，径直走到了他的下方，并通过爪钩与他拉近了距离。虽然杰森一次又一次的逃走，但面对眼前这个被自己视作亲生儿子一样的存在，蝙蝠侠还是伸出手表达了自己的愧意。这一刻，杰森的内心被触动，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心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悄然离去。当务之急并不是他与杰森的矛盾，而是需要解决稻草人这个最大的威胁。蝙蝠侠与得救的戈登一同来到了稻草人所在的房顶。当他们见到稻草人以后，却没料到原本死去的芭芭拉竟然出现在了这里。原来当初芭芭拉自杀的场面都是因为恐惧毒气造成的幻觉。在稻草人的胁迫下，戈登为了女儿迫不得已向蝙蝠侠扣动了扳机。见蝙蝠侠从大楼之上跌下，稻草人立马出尔反尔，将芭芭拉直接从楼顶推了下去。蝙蝠侠怎么可能就被一枪打死？他再一次出现救下了芭芭拉。戈登设计的是蝙蝠战衣最坚硬的部位，这也正是他故意而为之的。然而敌方的坦克却依旧对2人穷追不舍。不过蝙蝠侠早已留了后手，既然蝙蝠战车能够造1辆出来，那自然也能造出第2辆。在备用蝙蝠战车的接应下，2人得以回到了警局。在蝙蝠侠安置好了芭芭拉以后，稻草人倾尽了所有的无人坦克，将哥谭警局围了个水泄不通。而蝙蝠侠花费巨资打造的蝙蝠战车，也在这一刻展现了恐怖的战斗力。数十架无人坦克和无人机在顷刻间被战车全部轰成了碎片。哥谭警局的危机被轻松化解。稻草人见大势已去，决定祭出他最后的底牌。他深知蝙蝠侠最大的软肋就是同伴，于是稻草人前去制片厂，抓走了被蝙蝠侠关在隔离舱的3代罗宾，想要以3代罗宾和戈登的性命要挟蝙蝠侠前去投降并接受处决。一路走来，蝙蝠侠已经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他自愿走上了前来接他的货车。在货车内，蝙蝠侠进入了幻觉中，眼前是那个熟悉的小巷，他再一次看见了被歹徒枪杀的父母。小丑趁机不断唆使蝙蝠侠交出自己的身体，或许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蝙蝠侠忍无可忍之下，亲手扭断了小丑的脖子。这也意味着，在蝙蝠侠杀人的那一刻，距离小丑接管他的意识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了。一切仿佛像是回到了蝙蝠侠押送小丑回到疯人院的那一晚。本应该被绑住的小丑变成了蝙蝠侠，而稻草人也准备向全世界公布蝙蝠侠的真实身份。就这样，在稻草人的胁迫下，戈登警长亲手摘下了蝙蝠侠的面具，展现在全世界眼前的是布鲁斯·韦恩那充满刚毅的脸庞。世人无不震惊，这位默默守护哥谭的英雄，竟然是一位亿万富翁。随着稻草人将恐惧毒素全部注射进蝙蝠侠体内，他的最后一丝意志也彻底土崩瓦解。在精神世界中，小丑接管了蝙蝠侠的身体，他不但将蝙蝠战车改装成了战争机器，还将所有的超级罪犯屠戮殆尽。戈登警长也在绝望中死去。哥谭市化作了
了最为惨烈的地狱景象，这便是蝙蝠侠最恐惧的事情。回到现实，小丑已然彻底接管了蝙蝠侠的身体，稻草人还天真的认为眼前这个男人已经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之中。在他眼里的蝙蝠侠不仅发出了癫狂的笑声，看他的眼神也仿佛像是在看一个死人。稻草人气急败坏之下，立马再给小丑续上了一针，而这一次轮到蝙蝠侠来引出小丑内心深处的恐惧了。一开始小丑根本不在乎这些，自己刚刚死去的场景，可当小丑看见自己死去1年后已经没人记得他时，顿时显得有些慌张了起来。他想离开这里，但只要一转身，就是蝙蝠侠的石像出现在他面前，并且数量越来越多。或许这就是蝙蝠侠带给那些超级罪犯的恐惧感。小丑内心深处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越来越强烈，他以为自己能够离开幻境，但殊不知他已经在这场对于蝙蝠侠身体的角逐中选择了退出。蝙蝠侠已经知道了，小丑害怕孤独，害怕被世人所遗忘。正因为有蝙蝠侠的存在，小丑注定被人遗忘。I am vengeance. I am the night. I am Batman. 就这样，蝙蝠侠把小丑永远地锁进了意识的最深处，而重新夺回身体控制权的蝙蝠侠也回到了现实中。稻草人见恐惧毒素已经对他失去了作用，于是想起了非常好用的手枪，但一切都为时已晚。迷途知返的杰森赶到了这里，帮助蝙蝠侠脱离了束缚，而蝙蝠侠也让稻草人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什么叫恐惧。最终，稻草人踩上了缝纫机，愿缝纫机里没有蝙蝠侠。尽管整个世界都知道了蝙蝠侠是亿万富翁布鲁斯·韦恩，但哥谭今晚仍需要蝙蝠侠去收拾烂摊子。他让管家阿福准备启动骑士陨落计划，而那些还没有被绳之以法的罪犯们，就需要玩家们在支线里一一解决了。当蝙蝠侠逮捕了哥谭市所有的超级罪犯以后，他默默地摘下了蝙蝠面具，并拖着劳累一晚上的疲惫身躯，在无数记者和围观市民的目光下，回到了韦恩庄园。而骑士陨落计划也随之启动，韦恩庄园在一阵剧烈的爆炸之下化为了废墟。布鲁斯·韦恩和管家阿福也至此被认定为死亡。一段时间过后，戈登成为了哥谭市新任市长，并准备出席女儿芭芭拉与3代罗宾蒂姆的婚礼。而在哥谭市一处阴暗的巷子里，2名歹徒正在抢劫一家3口。就在歹徒即将得逞的时候，旁边的屋顶上却出现了一个无数罪犯内心深处的恐惧化身。我是修边狂魔，咱们下期再见。